什么是天堂？是坐拥300万块乐高零件的砖块屋，以及这面毫无人性的人仔展示墙。我有超喜欢在里面的。随着大门打开，澳版乐高大师第2季的比拼即将开始。一样的8支队伍，一样的牛逼导师，一样的10万澳元奖金，一样可以避免淘汰的小金砖特权。等等，这次的开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捧着小金砖出现的是上一季季军得主小胖哥。这个闪电砖的作用就是让小胖帮忙跑腿，节约选手搭建过程中往返砖块屋的时间。嗨，这一看就是个老工具人了。第2季第一个主题任务是火山岛周边的地皮开发项目。经历喷发后的火山周围是一片亟待重建的新世界，选手们要在底板上构建出自己心目中的场景。作为一个群像作品，选手们在面临这一开放主题时需要思考的可不少，例如岛屿上住着的是什么物种，建筑都应该是什么样子，该呈现出怎样的文明状态。首先出场的是发小组，算是从开裆裤时期就玩到一块的2人，可以说是乐高的中毒患者了。这满屋子的收藏，拌饭可真的是木了。他们此次的创意是太空旅游景点之火山游乐园，对标的后现代建筑风格浮夸且庞大。像这座白色巨塔的顶部，他们还选择放置一座颇有重量的旋转酒店。让我们看看最终效果吧。巨塔顶部的酒店高耸入云，设计感十足，下方的停机坪、过山车和有趣的火山观景台都完全切合游乐园世界观的主题。唯一遗憾的是，旋转酒店在测试时转了一会儿就歪掉了，导致在展示阶段趴窝不动。下一期看场上唯一中国风乐高建筑。最后回答一个上期决赛中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多出来的女评委到底是谁？她是乐高好朋友系列产品的官方设计师 Vanilla。北澳2版乐高大师这么多期中，第一次出现的中国风建筑让拌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一期的创作背景是围绕一座大火山构建心目中的岛屿场景，机游组想在岛上建立一座高塔，塔下的洞穴住着受到村民崇拜的神兽巨眼。虽然他这个故事多少有点混搭风，毕竟没听过中国有什么巨眼崇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车库里车灯忘关了呢。不过机游组在第1集就秀了一把中国古代殿堂楼阁式的建筑，对于他们来说竟然也是手到擒来。因为评委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所以也给他们抬了一手。 Can you make the eyes move and look spooky? You want to keep getting those bricks down. 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人们崇敬着山洞中的神灵巨眼。虽然没有人见过巨眼的真容，但村民们能感受到它的神力。于是，在山洞上修建了巨眼之塔，供奉神灵。这个在神灵头上修庙，不说我还以为是搁这儿镇压神兽呢，真有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那味儿了。生意合欢死。抛开老外对东方文化的一点小误解，这个作品真的是美绝了。朱红与黄白的搭配，色彩格调上颇有些气象庄严、堂皇富丽的感觉。这个作品有点像乐高的空树神庙呀。拌饭2020年的愿望就是拥有这个套装。作品细节上也是不遑多让，来神庙供奉烧鸡的人仔戴着用圆形碟零件做成的中国古典服饰里的礼帽。说到礼帽，前阵子还在推特上又被宇宙起源韩国人强行耍无赖，说是韩国服饰。别不要脸了！对于韩国友人的匮乏的历史常识，我只想说，好自为之，好好反思。谢谢朋友们。乐高大师第2季继续进行着火山岛屿改造计划。妹子们看到岛的形状时，立马就有了灵感。他们准备将岛变成一只大王八，一只大乌龟。说到大乌龟，还是得恭喜他们拿了冠军。不过没事儿 ，LPL 咱们明年再来。脑洞大开的这一组，其中一位是科学家妹子。本来以为科学家搭乐高已经很牛逼了，结果另外一位的工作竟然是 Tilly Frida。秉承着严谨的态度，拌饭去查了一下，结果还真有这么个职业。而且这个听起来有点扯淡的职业，还是起源于中国。这一组可以说是玄学与科学的结合。不过形态的处理一直是搭建的重点。他们的故事还不错，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把这只海龟做得像。玄学组的作品叫《圣龟岛》，故事讲述的是人们都生活在这个大乌龟身上，他们用透明砖块做成了水柱，能和圣龟交流的使者站在水柱上非常动感。龟背上使用了很多树叶零件，打造出茂盛的丛林。就是这个圣龟的头部，咋看咋不像。接下来的是从小就是闺蜜的闺蜜组了。他们从最开始接到改造任务后，就互相发懵了好几个小时，直到评委过来点播，才有了设计的方向。最后决定做一个奇幻世界的梦幻小屋。有多魔幻呢？
他们说了，是我们永远也买不起的那种。赶进度的他们在小屋搭到顶层时，不幸来了，因为对建筑结构的稳定性预估失误，在给墙面贴瓷砖的过程中，顶楼直接倒塌。毕竟现在距离结束只有15分钟的时间了。最终展示阶段，这个梦幻小屋正要被主人卖掉。虽然它很豪华，游泳池、停机坪、大客厅和各种设施应有尽有，但屋子的主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打包了行李，坐上了船。That structural integrity is a great reason to get out. 实话说，这个烂尾的作品除了运气背之外，也有搭建实力欠缺的因素。范范已经开始担心这对闺蜜之后的比赛情况了。乐高大师第2季继续进行着火山岛屿改造计划，他们是高中同学。但估计这张照片之后，他们的头发就再没剪过。这飘逸的长发和扑面而来的艺术家气息，范范恍惚间像是看到了在紫禁城下弹奏夜莺的雅尼。他们准备建一个蒸汽朋克的机械世界，但艺术和毁灭总是站在一起。朋克世界的居民还未意识到的是，所处地底的火山岩浆即将喷发。从空中俯瞰，这个世界已经建起了能发电的水车。一侧的供电站通过埋下的线路开始给建筑输电，科技水平比隔壁还在搞巨远崇拜的小人可是高出了一大截。可是大自然想要制裁你，还是分分钟的事。岩浆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带着炙热尾焰的他们甚至已经撞向高塔。城里慌乱的人仔四处躲避，一副末日浩劫的场景，唯有背景里高大的火山静静的伫立。简单直接的末日主题，多彩岩浆和暗淡建筑的对比，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作品实在是太吸引人。Back off, I'll fight you. Lovers quarrel. 乐高大师第2季的夫妻组合姗姗来迟，一上来就把新岛屿构思成魔法和异想的空间。为了博得评委的喜欢，他们准备炫技做一个8角形的魔法塔。夫妻组的作品叫《红巫师的命令》，这个极具复古的建筑，再加上周围诡异的植物造型，完美的模拟了中世纪魔法大陆的场景。可是红巫师在哪？ I think we need to spin this around entirely. 原来这个像甘道夫的红袍巫师藏在魔法塔的背面。果然，法师的输出环境得隐蔽。虽然有时有备而来。乐高大师岛屿改造计划最终章，姐姐组的想法是搭建一个在海底的岛屿，将地球反转。这项目投了。不过这搭的是啥海底世界啊？怎么还有个小人在冲浪？这不是海面上的活动吗？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re's nothing there. 姐姐组的作品一眼看去，仿佛置身大风车栏目组，海底的珊瑚和各种藻类倒是足够丰富，与这个类似帕特农神庙的神之建筑浑然一体，但色彩完全超载了。而且这海底突然涌起的巨浪让人有点出戏，咋的？刚进行过核试验吗？金发组压轴亮相，看得出来他们是虞书欣的铁杆粉丝。Wow. Wow. Wow. 金发组的想法是搭一个秽土重生的新世界。这个蓝色的粘液人作为创世主，赋予了万物生命。火山岛屿改造计划最后一个作品《新托邦》，这个废墟之上的蓝色巨人叫 Steve， 不苟言笑的他在岛上栽种植物、浇水、施肥，创造万物。You nailed the whole new world. You're actually making a new world. 回忆一下前面几期，你觉得最屌的那个作品是什么？最终，评委把小金砖和小胖砖都给到了搭建出东方风格浓郁的巨眼之塔的基友组。下一期炸就完事儿了。 What's one thing that's better than Lego? Blowing up Lego. 本期任务是要求大家创造震撼的爆炸瞬间，那光炸没啥意思，还不如小时候鞭炮炸粪坑快乐。本期还加入了4种爆炸时的特效：粉尘、闪粉、水和这个粘液。怎么听着和炸粪坑差不多啊？长发老哥抽到的是粉尘特效和双枪侠盗人仔。 Q 之点点 W 之点点的。这个人仔就是他们作品里的英雄，因为抽到的是粉尘特效，他们将作品设定在尘土飞扬的西部世界。剧情是侠盗抢了银行的钱，接近穷人，然后扭头竟然给银行炸了。这好吗？这不好。虽然这集看的是爆炸瞬间，不能光爆炸这么简单，肯定要整点活出来。长发老哥在人仔头上拴了根绳，好让侠盗的帽子在爆炸的时候能飞出去，像这样。他们实验了很多次，就为了接下来的爆炸正片。 Everything is really resting on this hat. 4, 3, 2, 1. 爆炸的瞬间，侠盗的帽子飞了出去，出现了一个光头。看来绳子被证实是一个完全没必要的东西。慢放中，整个屋顶斜卷的零件飞过了他的身边，但没有打到主角，可谓装逼桥段中的经典画面。从爆炸的结果看得出，他们故意将银行搭得松散些，这样只有银行炸碎了，而旁边的房屋和峡谷完好无损。 Well, I think that is masterful.
比炸乐高更有趣的事情是什么？搭一个自己最讨厌的作品，然后炸掉它。就比如这个迪士尼风的梦幻城堡，竟然是这两个最讨厌粉丝的老哥搭的。这一期他们抽到了女骑士人仔和亮粉特效，这设定很适合做迪士尼那类的故事，所以他们准备做一个仙女教母的城堡。故事中，邪恶女骑士要把城堡炸个粉碎。We've intentionally picked colours that we hate, so that way we won't have an attachment when it. 白发老哥虽然嘴上一直说讨厌粉色，但城堡搭得意外的完美。搭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拿来了一盒脑袋，给女骑士配上了冠军 AD 的同款表情。一切准备就绪，这个看起来粉嫩可爱的城堡即将被炸毁。Fairy Princess Kingdom. 爆炸瞬间，闪粉随着城堡的毁灭四散，仿佛仙女教母的国度真的灰飞烟灭了一般。一个砖块和女骑士擦肩而过，非常帅气。女王GG了。 One of those super cute teddy bears survived. 下一期 If we were to blow up your model another 10,000 times, I don't think we'd get that ending. 动作大片最标志的镜头是啥？莫过于主角走在前后，身后是一场慢镜头的大爆炸。为了这一瞬间的爆炸，选手们需要连续搭建10个小时。本期的冠军闺蜜组，他们抽到武士人仔作为自己故事的主角，以及爆炸时会出现的水花特效。妹子们计划搭建一个反派巢穴，里面有一个超级大的鲨鱼缸。就在反派们争论的时候，武士炸掉了整个巢穴，鲨鱼会被炸得满天都是。但两个妹子似乎没有考虑到爆炸的方向，评委也提出自己的担忧。 I think these sharks are going to go 7 feet in the air and leave our hero standing there, literally shark.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情况，闺蜜俩又往水缸里加入了很多鲨鱼，从7只一直加到77只。好家伙，一整片海域的鲨鱼估计都没这缸里的多。他们还加了一个和主角一起逃跑的队友。嗨，这一般在电影中就属于给主角抵命的炮灰。10小时搭建结束，接下来到了引爆的时刻。 3, 2, 1. 爆炸瞬间，水特效和鱼缸配合的天衣无缝，好像真的是鱼缸被炸漏水了一样。然而鲨鱼呢？难道真的像评委的预言一样？ Leave our hero standing there, literally shark. 就在这时，简直是神来之笔，一只鲨鱼落下，天降正义般的终结了炮灰。77只鲨鱼里的天选之子，原来真正的主角是这只鲨鱼。什么武士？真不熟。 Literally a 1 in a million. If we were to blow up your model another 10,000 times, I don't think we'd get that ending. 乐高大师第2季再一次实现了我们没法在家里尝试的事情——炸乐高。话不多说，看看他们这次能炸出什么新剧情吧。发小组抽到了海盗女王人仔和粉尘特效，海盗女王即将炸掉敌军的基地，面对还在用冷兵器的维京人用炸药，这可真是降维打击。女英雄身后的敌军，每个人仔的表情都很愤怒，不过他们马上就愤怒不起来了。 2, 1. 堡垒爆炸的瞬间，尘埃四起，砖块横飞，士兵们被炸到空中，来了好几圈空中转体。 Awesome. Yeah, your stunt guys are really good. Well done. Awesome. 接下来是姐姐组，他们抽到的是特工人仔和水特效。在他们的故事里，这位特工正在码头上逃离反派的追逐，而特工布置炸弹，准备将他身后的一切炸飞。姐姐们把特工牢固地按在底板上，他们故意让身后的坏人松散地站着，以便爆炸的时候更轻易地被震飞。他们的作品有很多细节都很酷炫，高空滑走的人仔，被鲨鱼吃掉的炸药。可惜节目组没给太细节的镜头，摄影师扣钱。 Let's blow it up. Okay. 爆炸很精彩，水喷溅到了摄像机的镜头上，但故事的结果就不是那么美妙了。反派幸存了很多，穷追不舍地跟在主角身 Your 后。 whole explosion was dictated by a little 1x2 plate spiraling past. We talked about hero shot, and I think that was it. 前几期我们看过了各种配合乐高爆炸的特效，除了这个粘液特效，这微妙的恶心感让我再次想起了小时候炸粪坑的感觉。金发组和夫妻组同时抽到了黏糊糊的特效，连英雄都是一样的太空人。这2组还都选择了搭太空触手怪，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哎，就没有什么区别吗？对不起，没有。其实区别还是有的。夫妻组的这个偏向现代银河系太空，非常科技感的太空火箭冲向了粉色的触手怪。金发组的则是复古太空系，他们为怪兽选择了绿色的皮肤，对比背景昏暗的配色，看上去更奇异，更有星际感。All right, 3, 2,
1. 粉色的出手怪在爆炸瞬间露出了绿色的内脏，粘液飞溅宣告了怪兽的终结。I can't wait to see it 接着又 explode. 引爆了原谅兽。哇，右边的粘液就像一张毯子，这一画面令人有种诡异的舒适感。乐高大师爆炸片的最后，闺蜜组凭借着100,000,000,000的概率打出了天降鲨鱼的剧情，拿到了冠军和下一期淘汰赛的保送权。下一期用乐高还原童话故事，灰姑娘、杰克与魔豆、丑小鸭，知道吗？这是小美人鱼。我懂的。童话缔造了现实无法实现的幻想世界，听着是不是和万能的乐高有异曲同工之妙？聪明的同学已经猜到了本期乐高大师的题目，就是用乐高搭出经典童话故事场景。金发组一上来就挑战了格林童话中最经典的灰姑娘。12点的钟声敲响，灰姑娘跑向南瓜马车时，不小心丢掉了水晶鞋。王子拉住他的手，哎，别走。用乐高搭这个场景咋搭？我不知道啊。他们决定先从王子的城堡开始做起，但评委认为这个故事的重头在于灰姑娘和水晶鞋，而不是城堡，让他们赶紧先把重点做出来。但两小哥觉得应该先搭出最难的城堡。看到固执己见的他们，评委在一旁露出了教导主任一般的眼神。顶着压力，金发组继续搭城堡，还加入了一个旋转的机械装置，让舞会中跳舞的贵族们旋转起来。但12个小时过得很快，到最后1个小时，他们只好用人仔顶替主角灰姑娘，2个透明砖块拼成一只水晶鞋。不过这鞋和人仔比例有点离谱，这是灰姑娘偷走了奥尼尔的鞋吧？不过他们最终的成品还是震撼到我了，城堡那叫一个高端大气，王子的舞会，宫殿前的庭院，这么漂亮的水晶灯和南瓜马车，竟然连个特写镜头都不给。但这个作品最后的成绩竟然是全场倒数第2，傻！虽然说这个搭建重点确实偏移了不少吧，但也不至于倒数吧。可能正是因为他们选择的故事太经典了，人们对于自己太熟悉的作品，总是不自觉地以审视的眼光来看待。 They're all different layers are missing. There's a huge gap down here where none of it's level. It's a bit half finished. 就像我们对《西游记》，今年下半年，不好意思，放错了。我们对于《西游记》相关的作品，宽容度也是很严格。下一期带来排名第1的冠军作品，嗨，估计都没人猜得到是什么童话。这个堪称童年阴影的童话故事，竟然是真实事件改编。乐高大师童话片的冠军作品，就是一个细思极恐的童话故事。上一期的结尾中，有不少同学都猜到了，就是糖果屋，是格林童话里的，不是以前非主流那个啊。故事讲的是一对兄妹被吃不起饭的父母抛弃在森林里，饥饿的他们看到了一个用糖果做成的房子，于是兄妹俩忍不住啃起了房子。真香！哎呀，这惊动了房子的主人，吃人的巫婆。她用糖果将兄妹俩引诱并囚禁了起来，但结局却被妹妹推进壁炉，直接去世火化，一条龙带走。太残暴了！12小时的比赛时长，长发老哥选择做兄妹俩遇见糖果屋时的场景。黑暗的森林中，一个慈祥又有点诡异的老奶奶站在糖果屋门口，和外面的甜蜜截然相反。老奶奶的身后是一把刀，藏在屋内昏暗的阴影中。作为故事的反转点，壁炉搭得很巧妙，用扇叶和灯光创造出火光的感觉。为了做好糖果屋，长发老哥化身装修工人，从铺砖砌墙到美观装潢，但最难的还是要数糖果屋这个能开合的屋顶。上一季大胡子组的教堂也是同样的设计。为啥说这个故事是个黑童话呢？其实糖果屋的创作背景是1315年席卷欧洲的大饥荒，在当时易子而食并非危言耸听，吃人的巫婆并不是荒诞童话的反派，而是悲剧现实的主角。故事的开头，兄妹俩的父母因饥荒遗弃孩子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其实讲完整篇故事，也只有结尾兄妹生还算得上童话了。这真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吗？这也太三观不正了吧！乐高大师童话片，基友组和夫妻组都选择的是杰克与魔豆。夫妻组搭的是故事前半部分，故事讲的是一个贫苦的孩子杰克，借助魔豆藤爬到了巨人的家，偷走了金币，还有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和会弹奏美妙音乐的竖琴。好家伙，真是啥也没给人留啊！太缺德了。基友组搭的是故事的后半段，杰克偷财宝被巨人发现，在巨人追赶他的时候，杰克挥刀砍断了魔豆藤，摔死了巨人。从此，杰克和母亲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臭不要脸的！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不就是切个网拉吗？这辈子不可能打工呢。基友组选择的这个巨人追逐杰克的画面，估计是全场难度最大的挑战。先别想造型好不好看了，
光保证弯曲的斗藤坚固，硕大的巨人还要固定在魔藤上，都是超级难点。但从最后的成品来看，你真是个小天才。夫妻组选择的是杰克去巨人家偷走财宝的场景。不过这人仔尺寸的小杰克，要是能给这大鹅和竖琴都偷走，也算是励志了。仔细想想，杰克与魔豆这则童话似乎是历史的写照。贫困的杰克所代表的是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欧洲殖民者对财富的极端渴望，使得他们实行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财富和文化的多重侵略。不仅像故事里的杰克贪得无厌地掠夺资源，最后还让巨人失去了家园与生命。这谁搭的烟囱这么长？等圣诞老人爬出来，清明节都过完了。其实这个长得像烟囱的建筑是乐高大师童话片里长发公主居住的高塔。要说整个作品的难点，就是黑公主弯曲的长发了。虽然发小组将头发弧度处理得很完美，但头发和人仔尺寸的公主相比，就有点扯淡了。实话说，发小组的长发公主搭建的还是太保守了，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不像下面两位妹子搭的小美人鱼。Runa's really good at sculpture. 你骗谁呢？女的，美人鱼啊！虽然造型一言难尽，也少了故事本身悲情浪漫的质感，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作品的一点是，小美人鱼望向的塔楼顶部放满了她没有的人仔腿部，这设计真是吓人诛心呀！最讽刺的是，小美人鱼本身并不是人仔，再多的腿也永远无法属于她。其实要说擅长造型，下面的姐姐组可是真的擅长。姐姐们选择了丑小鸭这个经典到没人讲的故事，她们将一个场景分割成了两部分，一边是被排挤的丑小鸭，另一边是透明砖做成的已经蜕变的天鹅。她们将履带传动巧妙地做成了流水。妙啊！童话片淘汰赛的结果，玄学组的两个妹子在作品《小美人鱼》上发挥失常，离开了比赛。下一期没有凳子的情况下，怎么把乐高堆到天花板的高度？在没有凳子的情况下，狂堆乐高最高能达到几米？规则规定只能用2×4、6、8这3种基础砖搭建。2小时后，塔最高的一组胜出。纯粹为了高度搭建，这不是有手就行？不说了，保姆来喂饭了。大郎，来。夫妻组先做出了大地基和宽底座，因为不允许用凳子，选手们都选择先搭出2座塔。一座粗一座细，然后将细的塔接上去。夫妻组这种错缝搭建的塔身虽然能让整体稳固，但是对于上面最细的塔就说不好了。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还好剩下的部分依旧很高，主持人拿来节目自制的4米长的尺子量了一下， 3.5 from where I can see, which is easily the tallest in the room. 但时间还没结束，其他组都在疯狂堆砖，高度越来越离谱。基友组选择把砖块竖着搭，有点像世界第一高建筑的迪拜塔，但他们的塔是全场最细的。以我多年观看乐高大师的经验，这肯定是固定不住的。You have beaten the stick! 基友组不仅打破了刚才夫妻组的记录，甚至直接超过了尺子。发小组这边用了4根柱子，一个横撑的方法，虽然开头出了一点意外。Oh, let me measure that smile. That is a 10cm smile and someone else is missing. 比赛进入了倒计时，周围不断有倒塌的声音。最后的几秒钟，发小组的塔也成功稳住，直冲天花板，但和基友组的塔互相上下，还是需要尺子来决定冠军是谁。 You guys have also beaten the stick! 最后，发小组以将近5米的成绩拿到了冠军和下一场比赛的特权。下一期挑战地心引力，在一块悬空的砖块上搭建。 How are we gonna do this? Today's build. Just straighten me up a bit, please. Sure. 今天的挑战是乐高大师有史以来难度最高的，在一块悬空的砖上搭建。那悬空搭建最大的难点就是胳膊容易酸，最大的难点就是重量和平衡问题，而且搭建时砖块会不停地摇晃，很容易掉下来。发小组想把自己儿时的想法变成现实，做一个拔地而起的漂浮城市，但随着砖块的增加，地基开始逐渐倾斜。虽然稍微斜点角度会更有漂浮在太空的感觉，但评委不这么认为。 That needs to be level. 还好他们在上一期高塔赛中拿到了冠军特权，比其他组多出1个小时的比赛时间。最后他们决定增加上方城市的重量，来保持整体平衡。发小组用了各种小零件建成了这个极其巧妙的微型城市。他们用各种颜色的透明砖做成了微型楼房，一块斜面砖和1×1砖做成树木，看上去整个城市被无形的苍穹笼罩着，外面则围绕了许多外星生物。这个小怪物竟然是由眼球、3个方向盘和1个牛角零件组成，连街道上的车都是用旱冰鞋零件做成的，真的是将乐高玩到了极致。城市下方也布满了各种长条的零件，
整个城市好像真的被从地面撕扯下来了一样。 It's really awesome. Amazing. Well done. 如果要在一块悬空的砖块上搭建，搭个什么才足够炫？地球、行星还是 UFO？ 如果你想的都是上面这种圆形的物体，那么恭喜你达到了本期最难的挑战。 Lego is primarily square, so building circles is difficult. Lego is not helping you out trying to build a circle. 但是我们长发老哥明知山有虎，偏向釜山行，他们就是要计划做一个 UFO 绑架小农场的画面。眼看他们解决了形状的难题，评委继续跳出来给他们增加难度。 If I may, can you make me a cow? 长发组最后的成品是我在乐高大师里看过故事最清晰的作品。硕大的飞碟，侧面闪烁着信号灯，底部发出的光束将屋顶打穿。玉米地旁的农夫惊恐地望向天空，那一刻，他们都变成了光。飞碟发出的光束绑架了农民伯伯和他养殖的马，还有这只评委要求的奶牛。奶牛搭得太完美了，成了故事的点睛之笔。第一眼还以为是乐高专门的动物零件。 But overall, looks amazing. Super cool. Well done. Well done, guys. 下一期全场最大的作品，所有重量都在一块砖上，这真的挂得住吗？漂浮城市 UFO 在一块悬挂的乐高砖上，还能搭出什么离谱的东西？机油组作为我心中目前夺冠的1号种子，这一次又搭出了个神作。他们一拍即合，准备做一个海盗飞艇。先把飞艇的骨架和机械部分搭好，然后拼外壳加细节。但等到快完工的时候，这艘飞艇大到已经搭到了桌上。对比一下其他组的作品，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多大了。规则规定，展示的时候是不能有桌子的。这么多重量都挂在一块砖上，不得散架了？评委让他们赶紧把桌子移开，测试一下。 I am freaking out. If this thing falls, we're out of the competition. 空中的海盗飞艇伸出底部的爪子，抓住下方的船。人仔们手持武器，正展开一场掠夺。从设计到拼搭，这是10个小时的工作量。这是乐高拼装机吧？ Out of all of our builds here today at LEGO Masters, if this was a LEGO set, this would be the one I would buy.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为海盗飞艇实在太大，所有零件的重量都在向那一块悬挂的砖施压，导致飞艇顶部微微变形，但并不影响我喊666。That is absolutely epic. Well done, guys. Thank you. 今天的挑战是在一块悬空的砖上搭建。夫妻组准备在悬挂的砖上搭一条鱼，不过这鱼，夫妻组搭的是灯笼鱼，就是安康，俗称蛤蟆鱼，头上有个会发光的小灯笼。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机械组，准备给灯笼鱼做会动的鱼鳍。虽然听着挺酷炫，但就在比赛即将结束的20秒，出现了意外。 I mean, it's not 100%. Oh, shoot. I told you, but this is not going back together in that time. 灯笼鱼的鱼鳍掉了一半，这是乐高大师极少出现的失误，一旦出现，基本就要回家了。他们的故事非常清晰明了，深海中的巨型灯笼鱼正在用舌头捕食一艘小型潜水艇。夫妻组特意将鱼的舌头做成这样，既固定了潜水艇，也营造了潜艇逃亡时的紧张感。 That is the technicality that could send us home. You've had 10 hours. You can't leave things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have them tested and working. Yeah. You simply can't. 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只灯笼鱼的，要是就这么淘汰，太可惜了。让夫妻组没想到的是，另一边的闺蜜组用更大的意外拯救了他们的失误。闺蜜组的黑发小姐姐临时生病下线，剩下一个妹子在心态和队友的双重崩盘下，艰难地搭出了一只皮纳塔。拉开开关还会掉出许多糖果。虽然单人搭建很艰难，但依旧避免不了被淘汰的规则。And unfortunately, today, you'll be leaving the competition. Anna, you're a legend, mate. Well done. Thank you. Well done, Sue. 下一期虽然前面几期的搭建一个比一个厉害，但这个才是冠军作品。前面看完了那么多在悬挂砖上搭出的大师级作品，但我万万没想到冠军作品会是这个。金发组的故事也贼简单，他们准备搭一个鸟笼，一只扒住笼子的猫。估计是技术有点跟不上想象力，他们的搭建进度非常坎坷，评委也实在看不下去了。You've done all this fancy edge work here to make a square. I did this with 6 Lego bricks. You've wasted 4 hours in a 10-hour challenge making a square. 他们用短销衔接带孔砖来做笼子，但这完全不像个笼子，更像个拖布。搭到一半的时候，金发小哥终于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拆掉了笼子，陷入了精神失控的状态。此时比赛只剩下5个小时，就在我觉得金发组这集就要杀青回家了的时候，他们压力之下出奇迹，用轴和连轴器给笼子搭了出来。
不过一只猫扒笼子实在影响平衡，于是他们又做了只猫和更多的鸟，最后就变成了这样。两只猫扑在笼子上，吓坏了笼子里的鸟。乐高搭角色造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五官的塑造。金发组能完成这个冒险的想法也是实属不易。When we were halfway through, I thought you were almost sunk, but you adapted and overcame. And for that reason, you're today's winners. 等会儿，就算冠军不给前面那些神仙打架的作品，给这个是不是有点勉强了？说实话，我觉得下面的姐姐组都比他们搭得好看。姐姐组准备搭一个公主从恶龙手中拯救骑士的故事，反正能用乐高把龙搭好的都是大佬。在云端之上，龙带走了骑士，但这次救人的却是公主。很带感的剧情，云朵上许多的冰激凌零件削弱了砖块的棱角感，让云朵看起来非常柔软。龙的造型和配色非常有邪恶的威慑力，但如果龙能做得大一点就更好了。下一期 3D 艺术、造型美学和技术的究极考验，用乐高搭一幅画，这么简单，不是有手就行。然而定眼一看，这个画框是有深度的，也就是要搭一幅 3D 立体画。当然光立体也不行，评委规定模型必须要冲出画框，有一定的透视感。这种美学搭建完全是长发组的舞台。长发老哥无论是纹身、喷绘还是画画都是专业级的。好家伙，这都开始给草图上色了，职业选手禁止参赛。他们做的是一株向观众扑来的巨型捕蝇草，就是这个东西。捕蝇草旁边还围绕着藤蔓和许多苍蝇。但毕竟乐高是积木，没有胶水，只能靠摩擦力固定，所以比赛中很容易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倒霉的是，就在最后1秒钟，他们的一只小捕蝇草阵亡了。其实整体看也看不出缺了点啥，少了一只捕蝇草并没有影响观感。捕蝇草的藤条延伸出了画框，仔细看，这些藤条竟然是由垃圾桶零件组成的，树叶则是冲浪板做的。One of the great pleasures of building with Lego is just being able to take things and use them in unorthodox ways. 捕蝇草和一堆苍蝇，在现实中这画面估计只剩恶心了。但整幅作品的精髓其实就是在于这些苍蝇，不同大小的苍蝇创造出了景深，这才让这幅画变成了真正的 3D 艺术。用乐高搭出一个冲出框架的模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冲击力的？金发组正在搭一只公牛，他们的计划是一个牛仔骑着公牛跳出画框。乍一听牛仔骑牛还挺合理，但仔细一想，牛仔不是骑马的吗？查了一下，结果还真有骑牛比赛，比赛挺好看的，就是有点费牛仔。说回他们的作品，金发组这俩人头一直很铁，搭东西从来不考虑难度，半个身子大的画框，牛仔和牛的造型就够他们忙活12个小时了，更别说还有个致命的比例问题了。 Is he the right scale? We think we're happy with it because we want this to be like a very intimidating big bull and he's trying to tame it. I'm calling a load of bull. So you know that boo noise on the show, right? I actually do that from in here. What's this? 评委指出他们的比例不对，于是黑发小哥又给牛仔的头做得更大，结果头又太大了，塞不进画框。为了能将牛仔塞进去，他们只能委屈牛仔向后仰，但没想到歪打正着，弄出了不一样的效果。我的妈，还有意外收获！还完名州的牛仔身着流苏上衣，剩下的公牛横冲直撞地跳出了画框，牛仔不受控制地向后仰，看起来差点被甩掉。上次他们的鸟笼被吐槽没有其他组强，却拿了冠军，但这一次金发组确实展现了真正的实力。敢不敢再来个冠军？有什么不敢 And that's why you've won today. 平面设计师是怎么用乐高搭出一张海报的？本期要搭出一个冲出画框的模型。基友组准备在画框中搭一张上世纪的 3D 电影海报。记得我第一部看的 3D 电影还是09年的《阿凡达》。作为平面设计师的黑发老哥也是第一次用乐高搭电影海报。他们要做的元素非常多 ，3D 的标题字、怪兽、套装级别的飞机也搭得毫不费力。还有这个主持人头上的眼镜，这种红蓝 3D 眼镜好多年没见过了，也算是时代的眼泪了。浓烈的色彩配上超大的字体，组成一幅上世纪60年代的 3D 电影海报。画面中的怪兽正将飞出画框的飞机抓回来。这一期对于基友组来说没什么难度，可因为他们过于重视 3D 效果，反而削弱了他们的能力，艺术性没过得了评委这关。越是简单的题目，搭起来就越难。姐姐组这边的计划是做一只巨型章鱼怪挟持海盗船的场景，这不是《加勒比海盗2》的剧情吗？船长打俄洛伊，这一波是相爱相杀。冲出画框的海盗船被巨型章鱼卷住了船身，而海盗船的目标藏着财宝的小岛就在不远处。
他们的问题和上面的基友组一样，都是艺术性差了些，但基友组明显实力碾压。下一期画框搭建最终篇。 So unfortunately today, Jay and Stani, you'll be leaving us. Today's build is called 3D art. Oh no！ 听见艺术俩字就头疼的发小组，他们这次准备玩点不一样的东西，沿着光路作画，就是用砖块的颜色模拟被照亮的街景，搭出纽约街道上情侣相互拥吻的画面。但发小组的思维似乎也被画框禁锢住了。1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过半，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逐渐偏题。3D 艺术是要让乐高冲出画框，而他们的模型都老老实实的待在画框里。环顾其他组的作品，他们也稍微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画框上紧急补救了只小小的丘比特。纽约街边的灯光倾泻而下，洒在这对热恋中的情侣身上。I think you've got the most out of what you could achieve from a 3D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say the car, instead of getting smaller, should be bigger at the front. 画框上孤零零的丘比特也没有给3D 效果加分，于是他们和姐姐组一起被列入了淘汰的队伍。Seeing what Jay and Stani have built and the incredible piece of artwork that they've created, we're just waiting for the blow. 危急关头，姐姐组反向奶了自己一口。So unfortunately today, Jay and Stani, you'll be leaving us. 如果不是发小组审题失误，很难想象这样的作品都会被淘汰，实在可惜呀。 We're really proud of what we've done. That thing is a whopper. 2 top 2s and a first. Amazing. Oh! Have fun. Have fun. 这块比家里旧洗衣机还能震的桌子，就是本期乐高大师的题目。选手们要在32×32的底板上，用乐高建造一座能够承受不断增加震动等级的塔，而且高度最少要达到1.2米。人家别的组都是设计了各种机械组和减震的方案，长发老哥却拿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计划，直接用基础砖狂堆，搭一个完全实心的乐高塔。这时候就有同学拍大腿了，这不就是最简单、最坚固的方法吗？如果你也这么想，听听主持人算出的结果。 I reckon you've got to layer about every 4 minutes. 而且要连续8个小时不停歇的摁砖。评委认为他们不可能完成这个计划。 You are going to have carpal tunnel syndrome. 在疯狂的连续按砖8个小时之后，塔终于达到了1.2米。长发老哥带着比食堂阿姨还抖的双手，完成了这一壮举。这一下，他们终于可以嘲讽评委了。 Copper brick man. They do know I'm still the judge, right? 不停堆砖的过程中，长发老哥也没有忘记美学，将整座塔设计成丛林监狱的主题。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塔到底能扛住多少级的震动？ Right, here we go. Taking it to level 1. 这座上百斤的实心塔压得机器动弹不得。 You're really giving that machine a headache. 3. Uh-oh. 直到第4击时，机器才开始占上风。 Look, is it back to 5? There we go. That's the stuff. Shake back to 6. It's so heavy. Shake back to 7. 现在已经不知道是机器在破坏塔，还是塔在破坏机器 Shake 了。 back to 8. We're gonna go all the way to 10. She's not gonna move. 9. Come on, 10. Come on, 10. 10. 10. 此时震动等级达到了最高的10级，这座纯砖塔打败了机器。虽然塔身还是出现了一些裂缝，但他们成功创造了抵抗满级震动的记录。 Done it. We built a tower that worked. 本来以为前面长发老哥的纯砖塔已经很疯狂了，直到我看到了他们的塔。金发组不用基础砖，全部用机械组搭建，和上一期实心塔完全相反。这是一座极度柔软的塔，他们的机械组墙会通过螺栓固定在底板上，整个塔甚至可以晃动扭曲。身为南半球唯一认证乐高大师的评委都没见过这种离谱的设计。8小时的搭建时间结束，他们最后在塔顶放了一盒鲨鱼，想让一会儿震动的时候让鲨鱼洒落一地。这座100%的乐高机械塔到底能否吸收强力的震动，以柔克刚3, 2, 1. 第2集，塔已经开始微微倾斜。3集，顶部的鲨鱼不断跳了出来。Level 4. It's favoring that lane. Oh my god, she's sticking together. 到5集时，哦不，鲨鱼盒子掉了下来，砸坏了塔的侧面。 6. It's limboing. 7. Oh my god. I need cricket. At what point do you call it? 金发组最终的成绩是7级，
直到比赛结束，他们塔的中心框架还屹立不倒。要是再完善下，说不定真的能干过长发组的纯砖塔。为了赢得比赛，这些选手们拿出了各种疯狂又离谱的技术，不是纯砖塔就是纯机械塔。我说就不能整点阳间的塔吗？夫妻组不负众望，搞出了一个基础砖和机械组结合的塔。他们先建立了一个中心支柱，四边各撑一个支架和中心支柱相连。就在搭建过程中，妻子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能让他们夺冠的计划。将塔做成一桶大爆米花，在震动的时候，爆米花就会蹦得到处都是。这画面光是想想就觉得很爽。看这零件到底叫一个潇洒。夫妻组的作品真的是全场塔中颜值担当了，上面是彩虹，底部是白色的爆米花桶。I think our aesthetics is the best in the room. So if we can draw, we can win. 让我们开始蹦爆米花吧。 1. Little bit of popcorn. 2级，金色的爆米花不断的蹦了出来。Oh my god, it's tilting already at the bottom. And 3. 4级， 5, 6, 7, 8. Wow, it's holding. She's holding strong. 9. 一直到9级，爆米花塔依旧坚固的没有一丝裂痕。10级，夫妻组的塔也打败了机器，和长发老哥打成了平手。这种情况老观众都知道，技术并列第一就要开始比美学了。然而夫妻组的塔无论是创意和效果都太强了， And that's why it's Tim and Danny. 只能可怜一下长发老哥的双手了。Just my wedding day all over again. Which is better? You do need to clear that up. Today. 下一 You need 期 to just not help but make cool Lego models. That is the point of the show, right? 为了能让自己的乐高塔扛住10级的震动，机油组计划在塔里建一堵内墙和一堵外墙，再用机械组加强2堵墙。然而就在老哥搭得正开心的时候 Sing a little song and everybody's happy. Oh, damn. 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个1×1的小砖块，而且没办法修补。要是平时这种失误评为眼神不好也就过去了，但一会儿进行震动测试，如果从这个地方裂开，那就真的裂开了。Can you two just not help but make cool Lego models? That is the point of the show, right? 他们一开始就考虑了美学，最终将塔建成了一座中世纪巫师城堡。不过外形好看只是在平局时才有用，接下来抗震才是第一目标。1级2. The Wiz looks happy. Yeah. 3 3. 级 Oh, there he Wiz goes. is. 巫师掉了下来。 4. Oh my gosh. Here we go. You're a shake back to 5. I think I see a crack in the middle. 6级 6. 7. It's like Mum's washing machine. 8. 9. It's attacking us. Back. 10. 10级，不是以堆砖取胜，巫师塔很轻松的就顶住了10级的震动。机油组还是强啊！姐姐组这边将塔分开搭建，最后让上面的部分滑进去。他们设计的这个是什么现代艺术风格？但实话说，确实不怎么好看。不多说，直接上机器。 2. 前几集都和其他组一样没压力，到第4集的时候，听声音有些不妙了。 Shake back to 5. 6. 6级连接部分被震出了一条大裂缝。 Oh, she's starting to go. She's going. Oh! 姐姐组最后输在了塔的拼合部分上，看见没？这就是甲乙两队同时施工的结果。这次终于轮到塔王组出场了。发小组因为总喜欢搭很高的建筑，还拿了之前高塔赛的冠军，所以被称为塔王。不整点专业技巧出来，那还是塔王吗？他们用轮胎零件做成阻尼器，安在塔的底部，然后用大量机械组锁住内部。 I've learned this watching lots of mega structures and seeing different buildings built in earthquake zones. So 他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做阻尼器，剩下的时间则是设计美学，利用窗户板可以快速获得美观和高度。最后还做了一个我爱评委的舔狗标牌放在塔上。You gotta suck up when you can. 而与此同时 Copper brick man. 塔王组的塔是真的好看，但看起来身板也挺脆的，不知道他们的阻尼器能不能创造奇迹。 3, 2, 1. 塔王组的塔太轻了，才1级，看着就很危险了。 2 级 Maybe it's not even gonna make it to 6. Look at the flex. 3. I'm just like a crap. Come on. 4. I mean, you wouldn't want to be in the building, but 5级 at the bottom there. 6.
塔王的塔最后到6级就失去了战斗力。Tower King's dethroned. Mega structures lied to us. 估计塔王的伟大工程巡礼看得不够仔细。作为阻尼器，轮胎的位置不应该放在底层。看到这是普通桌子的选手们松了口气，这期题目终于正常了。 But guess what? Have a feel underneath. Oh, no way! 这期不仅要在桌面搭，还要钻到桌底下。12个小时内，选手们要完成一个上下2层的作品。长发老哥在桌底下待了一会儿后有了灵感，他们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1950年，一只蚯蚓在地下核废料的辐射下变异成巨虫，冲破地面来到城市。Really unsettling. Hopefully it doesn't scare the kids too much at home. 长发老哥一个做复古的街景，一个在桌子下面做巨虫。原著上的模型本身就很难做，还要克服地心引力将虫子固定在桌子下面。Sorry. 长发老哥很喜欢做复古元素、复古建筑、餐厅还有地铁。这个作品从设计加搭建也只用了12个小时，我仿佛又能听到评委说 amazing 的声音。地下的核废料泄漏，感染了一只蚯蚓。变异的蚯蚓变得巨大，冲破了地面，撞到了地面上的汽车，附近的居民也陷入了恐慌。作品中的小细节太多了，长发老哥属于美学和技术都非常均衡的一组，发挥一直属于 top 级的，但几乎齐齐陪跑千年老二。不过这一次他们终于赢了。 So that's tied that together absolutely beautifully. Then those little things that you do have managed to hold my and that's why you've won today. Oh, God. 下一期 This is amazing.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bsolutely incredible or you'll probably go home. Correct. 这些看着像修车一样的姿势，其实是在搭乐高。选手们要在桌子上下搭出一个2层的作品，简单就是搭地上和地下呗。那横跨地上地下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呢？胡萝卜。金发组的计划很有意思，农夫和兔子正在抢同一只萝卜。Rabbits, man, pest. 这里管野兔叫害虫，是因为澳洲有上百亿只野兔，澳洲人为了消灭兔子，轰炸机都用过。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做过最大也最难的模型，光农夫就有人半个身子大小。金发组一直热衷挑战难度，也因此他们的搭建就没有顺利过的。But then... Oh no. Is that you? That's not good, Trent. 但最后总算赶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老农夫正用力拔一颗顽固的萝卜，然而他不知道自己拔不出的原因，其实是地下的一只兔子正在和他抢萝卜。农场旁边禁止兔子的标示是给兔子看的吗？其实这个作品的比例有大问题，兔子就好像被长发老哥那边的地下核废料感染了，赶上半个农夫大了。虽然这个作品整体看着不够精致，其实这种大型人物很难塑造，也很难固定。只论难度，应该是和长发组的巨虫城市不相上下的，但金发组的短板就在比例把控和细节处理上。可能评委就是喜欢他们钻研难点的镜头，还是给了个第2名。前面几期评论里说，在桌子上下搭啥的都有，什么 EVA 的地下都市啊，天堂和地狱，沉默一半的泰坦尼克号，还有说黄金矿工的。不过这一集的夫妻组还真搭了个挖矿的故事，上面是采矿探险队，他们在考古挖掘矿石的过程中，不小心打开了地下的恐龙世界。Underground, flying. Yeah. Pterodactyls would be above flying through the sky, wouldn't they? 翼龙在地下飞，这个想法还是挺有趣的。然而，正当妻子调整地下世界的模型时 Silly trick. Oh, the Tim, bridge. I broke the bridge. Okay, I'll fix that. You just figure out something else to do. 就问你们学会了没有？看看夫妻俩是怎么处理故事的。勘探队将一位考古学家放进下面的洞穴里，然而这位勇敢的考古学家不会想到的是，地下世界有只巨大的红色翼龙准备扑过来抓住他。夫妻组作品的优势依托于上层的细节和翼龙故事的设计，缺点在正面太空旷了，和其他组比起来整体难度较低。评委其实很喜欢这种细节丰富的作品，实话说总体比金发组搭的好一些，但介于难度上，第2名还是给了金发组。这钻桌子底下搭建乐高，像我这种1.88米的，不是自带 debuff 吗？又或者来个白发老爷爷在桌底下按砖，顿时就有种节目组不当人的感觉。街游组刚好就是这么个组合，他们的计划也很有意思。正在游泳的女人遇上了鲨鱼，但往桌子底下看，其实是个熊孩子装的。看这一脸就知道用乐高做人物模型多难了。这人害怕可能不是看着鲨鱼，是看着镜子了吧？这期街游组启用了第1集迎来的小胖砖，召唤上季乐高大师季军兼跑步冠军小胖，帮他们跑腿拿砖。Such an advantage.
12个小时过去了，来瞅瞅成品。这个作品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透视，近大远小，拿捏到位。 Personally,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e've ever made. 这就拉倒吧，他们之前每一期搭的都比这个好看，而且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他们跑题了。这期主题叫上下两面，可他们桌子下面也没东西啊。不过开头也说了，这俩人搭桌底确实也不容易，但该淘汰还得淘汰。估计是看他们前面表现一直很好，手里还有小金砖的面子上，评委最后还是淘汰了另一组。Unfortunately, Jen and Jody,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等会儿暂停一下，光听他们这个创意，我就不信能被淘汰。姐姐组准备在桌子上面搭建圣诞老人的小屋，下面做准备礼物的工作室。妹子搭建的作品总是有很多精致迷人的元素，方头仔圣诞老人、雪橇、小麋鹿。Work is never done, so 所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成品了。这个最后被淘汰的作品到底是啥样的？圣诞工作室里的精灵们正在忙碌的制造圣诞礼物，中间写着距离圣诞老人出发还有42分钟。这也是乐高大师目前唯一出现过的剖面模型，干净、精致、小而美。如果能出套组，这真是本集里我最想买的一套了。妹子们的色彩应用和创意都是大师级的，而且对基础砖块的理解很好。缺点在上下两层故事没有衔接好，故事完整性差了一截。其实如果能做成雪橇和驯鹿飞越地面的场景，这个作品估计要从倒数第一直接跳到第一。不过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暂停处。 Or do you? Do you have to leave? 卷帘门一开，钻进来的是前面被淘汰的，但人气一直很高的塔王组，将和姐姐组进行一场复活赛对决。随身听、任天堂的 Game Boy、拨盘电话机、拍立得，这些估计90后都印象模糊的老物件，用乐高能还原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吗？塔王组的老哥选择了许多人的童年梦想——掌机鼻祖 Game Boy。目前全新品的售价是，好家伙，谁说电子产品不能升值的？姐姐组这边同时扑向了拍立得，扫一眼就会知道，这些物品里复刻难度最低的就是这个没有啥曲线弧度，而且颜色简单清晰的拍立得。最难的地方就是背部金字塔状的斜面。说到难点 ，Game Boy 底部的圆角是一个，还有游戏机的绿色屏幕咋做啊？按钮呢？塔王组的老哥马上有了一个天才想法，用警察人仔的帽子做游戏机的按钮。但3个小时过得很快，时间截止，我的天！两组的还原度都高到我需要花几秒钟来辨别哪个是真的。先来看塔王组这边的 Game Boy， 这个屏幕处理太巧妙了，荧光绿再盖上蓝色的玻璃板，直接改变了砖块的颜色。警察人仔帽子做成的按钮上的磨损，就好像平时把玩的痕迹一样。游戏卡、左右的按钮、底部的耳机孔，我都想替评委喊一声 Amazing。正当我感叹塔王组的 Game Boy 太完美的时候，评委这边发现了滑点。It's quite a lot thicker than what the real Game Boy is. In fact, it's almost a whole brick thicker. 姐姐组这边的拍立得也给我看晕了，这不是一模一样吗？闪光灯部分是嵌入了黄色的发光砖，背部的斜面做成了梯形，而且他们竟然用半透明的零件将拍立得的 logo 也做了出来，差点都忘了这是被淘汰的两组，很难想象其他组来搭会是啥样。最后由评委来复活做得更还原的一组。So far in Lego Masters, you haven't won a build. That's changed. Welcome back. 啊，我的塔王组，难度更低但还原度也更高的姐姐组重返赛场。塔王组几乎攻克了 Game Boy 的所有难点，最后死在了厚度上，哎，太可惜了。也许你没看过星战，但你肯定见过绝地武士拿着 LED 灯管互殴的画面，肯定也听过这一句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英文听懂了吧？别太放肆，没什么用。真假？本期主题是8小时内设计出一个星战飞船载具，听着简单，做着难。我都怀疑这一集是不是乐高设计师搞不出星战新套装来找灵感的。长发老哥一脸娇羞的抽到了头号反派达斯维达，以他们平时的铁直男搭建风格，星战主题还抽到反派，真的是过年了。他们的船叫帝国风暴登陆舰，一艘运送风暴白兵的船，因此也吸引了现场巡逻的白兵前来围观。他们本来想用机翼立住船体，中间悬空，可惜的是没成功，最后还是肚子着地了，但问题不大。这感觉有帝国那味儿了。小白兵跪在 BOSS 达斯面前，感觉下一秒就要被原力锁喉了。达斯维达身后带着红色的皇家禁卫队员，没看过星战也能看出妥妥的反派。
金发组他们抽到了正派卢克，眼镜小哥是星战的狂热粉丝，他们计划做卢克带着机器人同伴的双人战斗机。金发组的作品结合了星战中的雪地战机 XE、AE 的元素，这艘星际战斗机刚刚击中一架敌军的飞机，爆炸在他们的正前方。作为全场最小但也最精致的作品，评委直接指出了一个设定 bug。 I don't think the light side could afford to make or produce ships like this. It's almost like it's too good a ship. Yes. 来，这一期接着搞星战的飞船，姐姐组抽到的是正派 Ray， 3部星战的女主角。最开始在沙漠中捡破烂生存，真就开局一双手，装备全靠捡呗。所以妹子们决定做一艘 Ray 的拾荒船。Ray 坐在驾驶舱里，为了生存在干燥荒凉的沙漠中捡垃圾谋生。和小机器人 BB8 一样配色的拾荒船拖着一台废弃的 AT-AT， 身后还有一个白兵试图阻止他们拖走 AT-AT， 有点可爱。这3个层次的故事必须是全场最佳了。要说唯一的 bug， 可能是 Ray 拾荒时期开这么豪华的船，是不是有点离谱了？不过假库星有新建坟场，就像在迪拜一样，捡个破烂月入100万也是有可能的。夫妻组抽到的是反派凯洛伦。妻子完全没看过星战 What is a Star Wars? 这一下搭建任务全都落在丈夫身上了。丈夫计划做一个带叶片的，用来诱捕绝地武士的球形飞船。他想把反派飞船做出尖锐锋利的感觉，使用了很多机械组将尖头固定在船上。达斯维达坐在驾驶舱里，将抓捕到的绝地武士扔进牢房，带回去审问。夫妻组的船是全场最大的。评委将盖子拆下来，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机械组，但可惜的是，他们链接处用了蓝色的销，破坏了整体色彩的和谐。下一期冠军作品，不愧是金砖组，竟然连船舱里面都做出来了。提到赏金猎人，一般想到的是撸啊撸、DOTA 或者星际牛仔，还有就是这个金砖组抽到的赏金猎人波巴菲特。金砖组计划造一艘全副武装的赏金猎人飞船，作为场上唯一一个非正非邪的角色，也是最难做的，所以金砖组选择了暗红、灰色和绿色，组成了中立邪恶的象征。金砖组的老哥完全是在享受比赛，比起外观上的酷炫，他们将更多时间花在了设计可玩性上。不光做了武器系统，将飞船做成像饭盒一样的2层，船舱内部也都装修了一遍，就像真正的乐高套装一样。崇尚金钱、心狠手辣的赏金猎人波巴菲特驾驶着他的飞船，穿梭在银河系，搜寻着下一个目标。打开飞船，可以看到飞船的控制室以及监狱的牢房里关着的帝国军和起义军。从技术角度看，这艘飞船各个方向都有向上的凸点，这是其他组的飞船没法比的。估计评委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冠军就已经有答案了。And that's why you're going to finals week. 以下这场比赛意味着金砖组下一期不用参赛，直接快进到决赛周，但决赛周不能用金砖，所以金砖组也将成为乐高大师中唯一没有去使用金砖的队伍。Drop the gun. 下一期水下搭建。Underwater build. Underwater build. Drop the curtain. 经历了前面的悬空搭建、桌底搭建，这一期节目组终于下海下水了。如果将搭好的乐高模型扔进水里，会发生什么？主持人做了个实验。Wheel, what's your feel? Sink or float? I'm going float. 轮子沉到水底，如果是北极熊拿着轮子呢？ I reckon it'll sink. The bear is buoyant enough. 如果利用这一点，能不能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剧情效果呢？夫妻俩准备做章鱼守护海底宝藏的故事。到了比赛后期，他们厉害的造型能力已经成了基本操作。他们给藏着金币的宝箱打了几个洞，好能让宝箱在水里开启，慢慢释放箱子里的所有金币。海盗的帽子也会浮在头顶，画面感有了。接下来就是见证效果的时刻。 Oh my gosh, this is so cool. 模型进入水中，宝箱成功打开，宝箱后面缓缓地升起了2只剑鱼。His hat's caught. Hamish, you're going to have to go under and rescue the hat. 独眼海盗和章鱼都手持武器，剑拔弩张，只不过一个拿着长剑，一个是剑鱼。光的波纹照射在章鱼头上，章鱼看着2把剑交汇的地方，就好像是大片的定格画面。用剑鱼和剑打斗这个想法成了故事的点睛之笔。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主角章鱼的位置太靠后了。 It looks awesome underwater. Well done. Thank you. There's a lot of stress that's just gone. 正常人展示乐高都是放橱窗里，而乐高大师是直接扔鱼缸里。好看是好看，就是有点费主持人。提到水下城市，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亚特兰蒂斯。能驾驭这个难度的，场上估计只有长发老哥组了。
一向喜欢整活的他们，在亚特兰蒂斯中加入了一只大螃蟹，故事变成了一个巨型螃蟹，背上背着一整座城市，一个崇拜螃蟹的沉默文明——失落的谢特兰蒂斯诞生了。不过从螃蟹的颜色确实看得出，这个文明已经死了。搭建过程中，他们又想加个带有蟹钳的潜水艇进去，营造一种现代探险偶遇古老文明的微妙感。12个小时后，谢特兰蒂斯的秘密即将揭开。Take it to the bottom. Suspense is killing me. Come on, Crustaceous. Oh, there he goes. 宫殿门口的战车和后面的潜水艇都成功浮了起来。看到这，我就知道长发族稳了。潜水艇在探险中遇见了一座遗址，这正是失落的谢特兰蒂斯文明，长久以来静静地伫立在深海之中，周围都是信奉螃蟹之神的子民们。整个作品最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帝王蟹，做得太逼真了。I'm not sure how much experience you've got looking at giant crabs, but the little pincers, the little hands at the front going into the mouth, things like that, it actually looks great. But hopefully, Crablantis will help us pinch a spot in finals week. 除了乐高拌饭，这一期乐高泡水也是再一次刷新了我对乐高玩法的认知。为了和夫妻组前面那个八爪鱼区分开，金发组他们选择做大王章鱼，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这一次他们计划做潜水员在拿珍珠时被章鱼缠住的画面，因为他们的大王乌贼做的巨大，砖块的重量让模型难以固定在底板上。他们花了1个小时才勉强稳定住。来和夫妻组的对比一下，我个人投小夫妻一票。So stressful. 然而就在模型进入水中的瞬间 Looking good, but then the squid actually rips off. There's something breaking. And if that whole squid comes off, we are done. 真是服了金发组的运气，脱落的大王乌贼完全只挂在后面的栏杆上，顽强地坚持到了评委评判阶段。微微浮起的大乌贼让它看起来更像在水里。潜水员穿着一身老式潜水器，当他正要拿走蚌壳中珍珠时，被赶来的大王乌贼缠住了。潜水员的嘴做的实在不好看，表情也有点奇怪，但还好其他细节补齐了不足。潜水员的眉毛其实是热狗零件，衣服上的十字纹是用齿轮交叉出来的。只能说金发组无论是技术还是运气都很巧妙了。Drop the curtain! 不用电，还要让乐高动起来，那就只能用水了。姐姐组看着鱼缸，思来想去，决定做一条美人鱼。你们忘了上次的妹子组是怎么量的了吗？这俩姐姐之前做静态的场景、载具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实力，但在这个即将进入半决赛的时刻，她们竟然尝试做从来没做过的人物——美人鱼啊！但如果下水时人鱼的头发能飘上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他们不断调整模型，最后人鱼和美总算有了点关系。 Let's send her home. She's heavy. 模型重心没稳住，差点翻车。美人鱼的头发像美杜莎一样飘散在水里，加上黑色的三叉戟和节目组的魔鬼打光，这是什么造型啊？美人鱼后面的海藻鳞没有固定好，直接断裂浮在了水面上。故事匮乏，下水失误，模型又在其他组的衬托下显得平平无奇。姐姐组这一次是真的要被送回家了。除去上次直接保送的金砖组，和上学时念成绩一样，评委将一个个叫出其他参加半决赛的队伍。 Trent and Josh. All right. Jackson and Alex. Tim and Danny. 最后剩下的姐姐组只能默认被淘汰回家了。这辆哈雷摩托是评委乐高大10万奖金和乐高大师头衔。仅剩的3组选手中，最后只有1组能拿到10万澳元奖金，成为真正的乐高大师。和以前不同的是，总决赛除了评委，还有250位观众投票，咱也不知道这数是咋定的。金砖组准备做2个机甲兽在斗兽场中厮杀的画面。斗兽场这个半圆形的建筑是由无数个令人抓狂的重复步骤组成的，就像乐高出过的最大套装罗马斗兽场套装一样，但金砖组的这个斗兽场可足足有这么大。但和作品的核心机甲比起来，斗兽场就显得简单得多。机甲最难的部分就是要让它有半机械半人类的感觉。Check this out, ready? That's so good. That's brilliant. 好了，我已经预感到全场小男孩的票都会被这座斗兽场搜刮干净了。接下来要想办法让骑士看起来真的受伤了。That's what we want. It actually looks like he's fallen. 无心插柳的一摔，就定格出了一个战斗瞬间。紧接着下一个难点，这么大的竞技场，观众席要摆满多少个人在？ I've done a little bit of math. You need about 4,500 figs
to fill this up. 听完评委的话，金砖组拿着筐就冲进了零件屋。Sorry. 但这样还是不行，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减少竞技场的座位，设置台阶、裁判的位置、VIP 的包厢席位。艺术家永远不会满意自己的作品，即使在28小时即将结束的最后10秒钟，金砖组依然冲向了砖块屋。Congratulations. It's epic, right? It is. It's unbelievable. 日本武士和中世纪骑士机甲在斗兽场中厮杀，画面定格在骑士倒下的一瞬间。与此同时，看台上也发生了很多小故事，两队粉丝甚至还打了起来。你妈退钱！机甲战斗的故事让小人仔和大型角色可以共存，但评委认为机甲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倒下的姿势不对。如果骑士的胯部再下沉一些，看起来会自然得多。看着这样一个充满细节的庞然大物，设计加搭建只用了28个小时。仔细想想，这在技术上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